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话筒的拉塞偏偏。2023年刚开始，某位不懂科幻的电工刘慈欣在影视圈又火了起来。其一是因为《三体》改编的电视剧一上线就收获不少好评，其二是因为《流浪地球2》大年初一登上荧幕，票房再次炸裂。4年前春节上映的《流浪地球》成为国内科幻电影的一座里程碑，但熟悉原作的观众发现，电影所讲的故事仅是原作的一小段，最精髓的剧情压根没拍出来，吊足了大家想看续集的胃口。东北著名艺术家白云大妈曾经说过，观众看完他的《月子1》就像《月子2》，想必大家期待《流浪地球2》的心情，也就好比蹲在村头厕所等纸一样迫切。不过老祖宗也告诉咱，好饭不怕晚。看完《小不休2》，我明白了什么叫惊喜，这他妈就是惊喜。流浪地球的背景故事大家还记得多少？简单来讲就是太阳公公不讲武德，要扩张领地，为了保命，地球人得赶紧逃离，齐心协力给地球装了发动机，挂档给油，奔赴邻居星系。三体舰队来了，这得骂娘西皮。上一部电影讲的是地球在跑路的时候差点撞上木星，费了老大劲才拯救危机。其实没看过第一部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看不懂第二部，因为《流浪地球2》拍的是前传，是从整个故事的起点开始讲的。当人们发现太阳将会在100年内吞没地球，于是乎各类牛鬼蛇神都蹦出来了。有的人要救亡图存，有的人要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还有的人要进入虚拟世界逃避现实。不同的世界观羊骨一样碰撞，奇奇怪怪的技术方案开始角逐。今天我封禁你的实验，明天你偷袭我的基地，人类就在这样一个撕裂的社会里，3步一坑5步一雷的推进项目。可以说《流浪地球2》没啥观影门槛，来了都能看懂。你要是已经决定去看，那我必须得说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是这电影没啥尿点，没有注水剧情，全程都很高能。影片中应该有3条故事线，1条暗线，以及一个贯穿始终的悬念，基本上每1分钟都不会被浪费。但是坏消息是电影时长将近3个小时，大家开场前一定记得去趟厕所，别问我怎么知道的。电影好不好是个很主观的事情，从个人的观影体验来说，本片的视觉效果非常棒。还记得第一部中有一段展现巨变发动机和领航员空间站的长镜头，流浪地球2也用了一个类似的长镜头，修了一把9万公里长的太空电梯。我们以前看到的太空电梯设想看着都像高铁列车，靠电磁推动顺着轨道行驶，但《流浪地球2》里的太空电梯更像是一个电梯轿厢，采用电磁加化学推动的方式在绳子上飞驰。这个设计搭配上颇具史诗感的长镜头，一下子给人一种既简洁又恢宏的感觉。另一个让我眼前一亮的是空战场景，我以前在自己的公众号图文里为国产电影没有精彩空战而惋惜，所以影片中魔改版歼20秀操作的画面和防空武器对抗漫天无人机的场景，着实叫我眼前一亮。当时我就觉得这电影看得不亏。除了时效上挪不开眼，影片的信息量足够丰富，也严重阻碍你中途去上厕所。还记得第一部中有些细节甚至隐藏在滚动字幕里，《流浪地球2》中也有很多值得截图琢磨的细节，你要没注意到其实也不影响观看，但如果留意到了，观影体验就会翻倍，起码我看的时候会有目不暇接的感觉。另外，这部电影彩蛋含量很高，尤其是 Q 第一部的彩蛋，比如上一部中那个 Made in China 的梗，没有硬件的帮助，你破解个屁，等等等等。同时，《流浪地球2》解释了第一部中的许多遗留问题，比如 Moss 为什么只带空间站使用，为什么在经过木星的时候，所有行星发动机都熄火了。我估计你找到这2个问题的答案的时候，不仅把剧情想通透了，还能被吓一激灵。如果你恰巧是大刘的粉丝，可能在看电影的时候会串记到《时间移民》《吞食者》《镜子》等作品，这是一种很奇妙的观影体验。只能说郭帆导演算是找对人了，光大刘一人身上薅出来的点子足够中国电影拍上半个世纪。如果说点子要归功到大刘，那么叙事上的改进则要夸一夸郭帆导演了。作为一个爱好悬疑类电影的 UP 主，我很欣慰《流浪地球2》对于悬念的设计也比第一部高出不少水平。我推荐大家看片的时候关注一下刘德华所扮演的涂恒宇一角，他是悬疑戏份的担当，大家不妨可以一边看一边判断一下他的角色定位是红脸还是白脸。夸了这么多，也不能只说优点不是缺点。作为一部科幻电影，《流浪地球2》也不可避免的会有科学上的漏洞。不过我觉着漏就漏吧，毕竟电影制作的时候有中科院的大佬做科学顾问，肯定要比咱们想的更周到。必要的漏洞应该是为了给剧情让步。至于这个故事讲的咋样，整体来说，《流浪地球2》的剧情比第一部提升不少，叙事风格在向好莱坞靠拢，但也许是因为故事体量太大，导致中间部分的剧情有些许散乱。对于阅片量大的观众来说，有些剧情片段看起来挺套路的，这些都是电影的瑕疵。不过问题不大，因为主线剧情清晰，各种转折的铺垫也很到位，节奏并不散乱。非要比较的话，应该说《流浪地球2》不如第一部那么让人惊艳，主要是因为《流浪地球》第一部实打实算是国内第一部科幻大片，这才给国内观众兴奋坏了。《流浪地球2》的任务则是让这种风格变得成熟，但也不能完全是老本，还得有新看点。以物观之，《流浪地球2》的综合水准比起第一部进步很大，故事更加顺畅，内涵更加深刻，画面更加震撼，并且观众能感受到制作这部电影的是一个有开拓精神的团队，他们在认真的探索中国电影工业化的未来。
如果说2019年《流浪地球》打开了中国科幻电影的大门，那么在2023年，《流浪地球2》又将这份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小步。就这一小步，已经是中国观众的一大步。毕竟，国防导演自己也说了，从《流浪地球》撒下中国科幻电影的种子，再到长出《流浪地球2》这株幼苗，要感谢观众的包容呵护。这话四舍五入一下，不就等于都是咱们观众的功劳？同意我这个说法的朋友，建议插腰3秒钟。同时，我也期待小破球能拍第3部，把原作真正精髓的部分大胆拍出来。期待他能带领中国科幻电影再上一个台阶。毕竟从目前这几年的情况来看，能超越《流浪地球》的国产科幻片，还真就是这部《流浪地球2》。而想要超越2，保不齐还得指望3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。如果觉得这部电影还在精彩，记得看完回来给我3连。片片在这里祝愿新老朋友们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，多多挣钱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拜了个拜。